3、2、1，点火！动作时2-3分56秒，46.多秒。哎，起飞失败啊！你这明显反了，应该火焰朝下。这窜出的火苗目测有几层楼高，也不知道是神舟几号。旁边的小白车表示，太危险了，我要回家。就这一次的燃烧，不知道够燃油车排放多少尾气的。11月8日，沈海高速辽宁沈阳段发生大巴翻车事故，随后发生自燃，车上载有50多名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很远就能看到滚滚的浓烟，现场一片混乱。很多学生在侧翻之后慌乱逃生，互相搀扶着穿过危险的高速公路，远离现场。这是一辆油电混合的大巴车，根据现场人员描述，这次车祸的罪魁祸首并非与他车碰撞，而是大巴车自己翻车，并且翻过了护栏，然后在对向车道熊熊燃烧。在随后警方的通报表示，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失控，有2人受伤。也有网友表示，附近医院人满为患，都是这次事故的学生，不可能只有2人受伤。这是一辆新能源车，在上轮渡之前突发自燃，这要上了船再自燃，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肯定要赔个700-800的。一辆小鹏的新能源车不知道怎么的跑沟里去了，也可能是导航失败，车主直接冲了下去。好在经过救援，车子顺利的上了拖车，但是好心没好报，刚把它稳稳当当的放好，下一秒就直接自燃了。这是故意的吗？故意要烧毁拖车，在沟里待着蛮好的，安安静静的，非要去救出来。司机师傅知道错了，迅速下车，以这辈子最快的速度把小鹏新能源给丢了下去。好好的救援，差点把拖车烧了，新能源车自燃起来真的不管不顾。有网友发了一段影片，隧道内满是浓烟，前方有车自燃，隧道封闭，所有人徒步下车离开。这就是中国要发展的新能源战略。新能源只能算是一个过渡产品，连基础的自燃都控制不了，很多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还是有很多车企鼓吹新能源车，在发布会各种贬低燃油车。什么过几年新能源电车将全面取代燃油车，燃油车这不行那不行的，其实就是国内车企自己不行，发动机变速箱造的不行。看了兄弟们，首批新能源车主他们开始换电池了。这辆呢是我表妹花了24万买的特斯拉 Model 3，结果她竟然去换电池要花16万块钱。更搞笑的是，她这辆车拿去当二手车卖，只能卖个12万多。真的是电池比车贵呀！我以为买电池会更便宜的，结果这只花了我更多钱。这破充电桩花了我8000块电。他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有网友贴出自己50万的奔驰EcoC换一组电池要22万6，18万的比亚迪汉换一块电池要14万，换电池的钱再加一点钱，又可以换新车了。哎，开几年电车省下来的油钱，最后换电池全部都得吐出来，还得倒贴。谁像新能源车的成本基本上都在这块电池上面了。哎，平时花20块钱充过电，嘲笑我加一箱油得500块钱。哎，现在换电车你是心高气扬，换完电池你是生死难料啊！哎，你怎么还动手啊？哎，在路上10年以上的燃油车比比皆是，但是怎么没有见过10年以上的电动车？哦，因为电动车平均10年报废，证明今年是油车的一半。换电池都不如换车，悬着的心终于死了。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电车究竟能坚持几年？近日，中汽试炼场发布的一份报告，又开始让很多电车车主慌的一批，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报告揭示了一个冰冷的现实：电车电池的衰减程度竟然超乎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以2019款特斯拉 Model 3为例，在历经11.6万公里的征途后，其电池健康度仅仍保持在89%的高位。
这样的数据似乎还看得过去，然而理想2020款的数据却让人大跌眼镜。同样行驶了10.3万公里，电池健康度却已下滑至 75.6%， 尤其是增程车的电池衰减速度明显快于纯电动汽车，这就让人看得一脸懵，被狠狠泼了一盆冷水。面对这份报告，网友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表示，看来买电车还是得选大品牌，特斯拉的质量果然名不虚传。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理想问的数据也太吓人了吧，这还敢买吗？更有网友担忧，电池衰减这么快，那以后换电池岂不是要倾家荡产？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中汽的报告虽然真实，但也并非没有例外。一位比亚迪汉车主便站出来表示，自己的爱车在跑了3年多的专车后，总里程已超过30万公里，但电池仅衰减了1%。这一消息只能算个例，这样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目前电车开久了，电池衰减的问题普遍存在。为了快速补能，车主们通常有2种选择。换电或超级快充，但换电费用高昂，如特斯拉换一块电池需12到15万元，小鹏 P7 则需8至10万元，奔驰 X 更是高达23万元，令人望而却步。而超级快充虽然便捷，却会对电池造成损害。实验表明，使用高倍率充电会加速电池性能下降，这无疑让车主们在便捷与电池寿命之间陷入了两难境地。在电池技术瓶颈的制约下，买电车真的是个坑啊！可是这些遥遥领先的车企在宣传中根本就没有提及，甚至在这一报告发出来后的1天内迅速被淹没。现在网上能看到的信息非常少。这个就是增程车目前最大的设计缺陷。中汽试验场找了2台车，一个是19款的特斯拉 Model 3，一个是20款的理想 ONE， 都开了10万公里，结果一测电池健康，特斯拉90%，理想 ONE75%。特斯拉这边呢是52度3元锂电池，理想 ONE 这边40度的3元锂电池。从电池容量上来看，这个账是不对的。就说你特斯拉电池大一点，对吧？同样里程下循环次数少一点，也不应该差这么多呀。再看一数据您就明白了，特斯拉52度电 NEDC 是445公里，平均电耗11.7度；理想 ONE 40度电 NEDC 是180公里，平均电耗是22.2度，几乎是特斯拉的1倍。再换算到电池循环次数啊，你就会惊奇的发现，特斯拉的循环次数一共是261次，理想 ONE是572次，我们都是根据 NEDC 来推算的啊，大差不差，怪不得它的电池健康度低呢。电耗是关键，这相当于是什么？一个胖子每天就吐槽我一天就吃2顿饭，对吧？那个瘦的一天吃8顿饭，那个嘴不停，为什么我就瘦不下来呢？是您一天2顿饭造4斤大饼、2斤牛肉、1桶大可乐，人家瘦的一天8顿饭，合计吃了半斤饼，人家凭什么比你胖啊？所以电池越小的车，电耗越重要，增程和插混尤其如此。尤其是那些冰箱、彩电、大沙发，您车里边本身电耗就高，对吧？你又搞了这么多电器，你车又变得这么重，风阻又这么差，不但说你的续航里程会低，电池健康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量问题。所以大家如果买增程和插混电池小一点的车的话，一定要非常关注你的电耗。遥遥领先的刹车失灵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或者说车企开始急了。11月7日发了一个声明之后，11月9日又来一个声明，这次的语气就很奇怪，变成了呼吁大家不要捏造并散布不实消息，并且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这次的车主可以算是一个老六了，将被车企和鉴定机构同时起诉，真的是买华为汽车想被告人生。有网友表示，我在汽车行业摸爬滚打15载，闻所未闻，这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第一个敢白纸黑字把刹车失灵写进报告并加盖公章的检测机构。更让我吃惊的是，里面清晰明了地写着行车记录仪数据缺失，厂家提供的事故报告数据存在人为修改。真的，我内心的震惊无以言表。大家一定会觉得，作为一家资质齐全且在法院鉴定名录里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他所做的鉴定报告理应公正且真实，否则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其实不然，车主不认可厂家出具的事故报告，自行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没毛病。这就是一个谁主张谁举证的过程。但是一般情况下，鉴定机构会提前确认你鉴定的目的和用途，而事故鉴定一般的用途都是诉讼，所以按照他们的规定，鉴定报告只能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所以说鉴定机构是有理由起诉车主的。其实现在的鉴定机构多是看人下菜，收了委托人的钱，再去找店方施压、协商、沟通、调解。
干的就是既吃原告又吃被告的勾当。之前什么狂飙兄弟3个男孩不就是这样吗？因为鉴定报告的本身是作为车主举证的材料，属于专业意见书，能否一锤定音，还是要经过办案机关的审查。而最终官司的输赢，对于检测机构来说无关紧要，因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问题的关键就是，谁能想到车主居然公之于众，天下哗然，这就不一样了。你的报告不光说车有问题，还说厂家造假，言之凿凿啊。经过舆论这么一发酵，性质就变了。倘若经过2次的鉴定，结果不一致，法院最后支持了厂家，那么你就属于损害他人利益，厂家可以直接追究你机构的责任。当然，起诉车主是你鉴定机构的权利，但不是必选项。如果你真的问心无愧，致力于求真务实，以公平真实为己任，大可以顶住压力探索真相，实事求是嘛。如果你的报告真的真金不怕，那你就是敢为天下先，是广大消费者的福音，是整个汽车消费市场规范化的里程碑。可你是吗？显然你不是。哎呀，所以说最终受伤的其实还是车主，但是车主有错吗？也没错。追求真相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相反我们缺少真正质疑的声音。如今消费者维权难，过程繁琐，流程复杂，费用昂贵，耗时耗人，耗钱耗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新能源井喷式的发展，我们很多的规则制度甚至标准还停留在油车的时代，从而让消费者难上加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质疑的，质疑也并非是不怀好意。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宇宙学说，科学的进步尚且离不开对真理的质疑，更何况人类进步的脚步从来都不是什么英雄和权威，而是怀疑和批判。问界 M7 刹车失灵了吗？如果没有响界坡在某平台发布的公告前后不一的事件的话，我是愿意帮问界说话的，因为刹车失灵这件事大概率是不可能存在的。很多车企它质量不好归质量不好，但是刹车制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之前传的沸沸扬扬的特斯拉刹车失灵事件，如今特斯拉刹车失灵再也没有了，这就是谣言。但是有了响界坡之后，导致这个厂家是没有公信力的，很多人是不相信这个厂家的。现在呢是双方各执一词，一方呢是认为自己踩了刹车踏板，但是油门还是全开，而主机厂认为是油门全开，没有踩刹车踏板这一说。目前呢还没有结果，我们等待结果出来之后再说。而现在为什么说问界它没有公信力了呢？因为车主自己去做了一份车辆鉴定报告，鉴定的事故前5秒驾驶员是踩了刹车踏板的，而赛力斯单方面是存在数据人为修改的。这点咱先不说啊，不支持车主也不支持主机厂，一切等待结果出来之后再说。这也让我想起来之前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特斯拉经历过的，小米、问界到最后都要再经历一遍。现在网上基本一边倒的是在说遥遥领先的车主有问题，但是很多特斯拉车主表示，你们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之前都是说车企的问题，刹车就是失灵了，就是特斯拉的问题，到了遥遥领先这里，就全部变成了车主的问题，甚至要被双重起诉，买国产车的风险真的很大。厉害！之前我们频道说过，有一位博主被比亚迪起诉了，最近他又发了一个视频回应了2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比亚迪起诉我是不是真的啊？第二个问题呢是网友问，现在这企业都怎么了？为什么就现在就不能说实话了，不能说话了，动不动就视频被投诉，动不动就被禁言，而至于被封号，这个到底怎么了？首先，自从比亚迪把起诉我的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正式的文件发出来，这件事儿呢受到了广大网友的高度关注啊，尤其很多朋友来慰问来鼓励，包括一些厂家。先回答第一这个问题啊，首先比亚迪起诉是真的啊，我要说的是，这不是第1次起诉了，这是第2次起诉，去年11月下旬在深圳就起诉了，然后9月中旬的时候法院出面调解，因为双方的这个差异比较大，没调解成，有意思是没调解成，这官司也没继续打，然后比亚迪就撤诉了，然后10月10号再度起诉啊，这回跑北京来了，理由和上回一模一样啊，标的额度从200万增加到500万，哎，就这么点事儿。说实在的，这个通过这事儿呢，挺感谢比亚迪的呀。比亚迪的重视，听说这回一次起诉了4个自媒体，这个法务不辛苦了。第二，感谢法务。昨天我看看流量啊，一下增长了不少，粉丝量增加2000多，这不容易。这个我做多少视频才能涨2000粉丝？太难了。按我说的2000多是一个平台啊，别的平台都没算呢。
其次呢，就是说打官司怎么看？我觉得打官司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双方意见不一致了，那就得打官司呗，法官裁决，让法律说话，就这么简单一事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原告未必有理，被告未必没理，这个孰是孰非，让法律说话。第四，同一事由反复起诉，让我想起一个词儿来叫滥诉。这词儿怎么解释呢？我也说不清楚。一个是这会儿在这儿诉，明儿换那儿诉去，这有意思吗？这个是不是法务部？这 KPI 拿不下来了呀，拿一个案子反复的在这折腾。第五呢，我觉得是这样，就特斯拉告我呢，也是两次诉讼，但是双方都没有炒作什么，这种事儿都比较克制，比较安静。等待这个法院的裁决，就这么点事儿。如果说试图通过什么声量去影响司法，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幼稚，是吧？然后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说话啊？这事儿我觉得很简单啊，不让人说话，怕人说话，实际上就两种人，一种人是想干坏事还没干，一种人是干了坏事怕人说出来。我认为就这两种人。不能让人说话，尤其不能让人说实话。当然了，有的企业说我不需要你们说实话，我听说每年雇水军就花3个亿，专门是造谣抹黑，目的什么的，欺骗消费者，然后让他买的车就这么点事儿。所以我觉得您说实话被禁言、被下架，我觉得特别正常，不要大惊小怪，换个方法咱再说，是不是？越不让说越说。好消息，又有一个国家对咱中国免签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又增加了一个目的地，顿时有一种这个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个免签国家叫所罗门群岛，是个72万人的太平洋岛国。据说呀，那里风景优美，渔业资源特别丰富，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去看看。不过没有找到直飞的航班，需要从澳大利亚转机，而澳大利亚它不免签。请问谁有解决方案？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